晨光中，一群獵人正在圍捕野獸。忽然，他們在獅群中發現了一頭威武高大的白色雄獅，這可是一隻價格不菲的稀有獵物。一個男人認為這是埃及戰神阿佩德馬克的化身，但在利益面前，神都是可以賣錢的。大家好，歡迎來到露天電影院，我是吉利波。今天我們給大家帶來一部大尺度黃暴劇《將死之人》，又名《臨終者》。本片由老戲骨安東尼·霍普金斯參演，主角是《冰與火之歌》中飾演小波皮的伊萬·瑞恩。那讓我們來一探究竟。這群獵人敲着鼓，嚎叫着發出噪音，把白獅趕到絕路。憤怒的獅子做困獸之鬥，絕地反擊，咬死了2個人。男子終於鼓起勇氣站了出來。只見他猛撲向獅子，用自己當誘饵，一閃身躲過獅子的攻擊，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跑向陷阱。憤怒的獅子猛撲過來，圍網瞬間把獅子困住，他成功了。但看着被抓住的獅子，男人沒有一點開心，反而滿臉愧疚地向獅子道歉。這個男子名叫垮梅，是一名北非努米底亞的埃及人後裔。此時他的家裡正突降橫禍，他的2個妹妹在家裡做飯，忽然闖進一個醉酒的羅馬衛兵，試圖非禮。姐姐為了保護妹妹，奮力阻止，情急之下一刀捅死了衛兵。結果2人都被抓走了。從集市上回來的母親卡拉看着滿地的血跡和空無一人的房間，讓她驚恐不已。順着血跡追出去，才發現女兒正在被衛兵們押走。她忙趕回家，翻出攢的一些錢，踏上了拯救女兒的路。在遙遠的羅馬帝國都城裡，賭場老板特納斯是一名從小生活在馬克西姆斯競技場底層的孤兒。他從小深悉底層弱肉強食的生存規則。在這個命如草芥的時代裡，普通人的奮鬥盡頭就是成為富翁。而特納斯利用自己的頭腦和手段，成為羅馬最大的地下賭場的老板。在這個賭場裡，最掙錢的就是每周在馬克西姆斯競技場舉行的戰車比賽。這是一種由4匹馬拉動的戰車競技賽。參加比賽的有4支隊伍，用顏色區分，分別是紅、藍、綠、白。每支隊伍都有羅馬各階層的狂熱愛好者。這4支隊伍的所有權把持在羅馬貴族和元老們家族的手裡，讓他們掙得盆滿缽滿。特納斯不僅僅是個賭場老板，他有自己的打手耳目，還有一群忠實的小追隨者。特納斯也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生存經驗交給這些孩子，但他並不滿足於此，而是偷偷醞釀着更大的野心。此時正值公元79年，羅馬帝國的第9位皇帝韋斯巴鄉帶着自己的2個兒子親臨羅馬大鬥獸場。這座決鬥場是為了紀念征服耶路撒冷，可同時容納9萬人，是羅馬帝國最著名的決鬥場。韋斯巴鄉指着那恢宏的建築物，告訴貴族們，這個決鬥場不再是傳統的賽馬場，而是送給羅馬市民的一個禮物。一瞬間語驚四座。要知道，當時賽馬場的戰車比賽是貴族元老們的家族生意，幾百年延續至今。這個軍人家庭出身的韋斯巴鄉雖然貴為皇帝，可一旦阻了貴族元老們的財路，也是惹眾怒的事兒。於是這些不滿的貴族元老怨氣沖天，他們打算給皇室制造一些麻煩。3個鄉下來的安達魯西亞青年乘船來到羅馬販賣馬匹。這3兄弟中最小的年輕人名叫埃利亞，他咆哮着抱怨愛馬被當貨物一樣對待。船長生氣地把馬放下來就不管了，埃利亞自己上船把馬牽了下來。他大概是3兄弟中最懂馬的那一個。一個羅馬士兵來到港口詢問來自埃及的運糧船是否到達，船長告訴他南方有風暴，大概是被耽誤了。看來那些等待糧食的飢民又要挨餓一天。當傳令官把這個壞消息通知下來時，饥民憤怒不已。一個想搞事兒的高個子紅髮家伙帶頭挑事，很快被煽動的市民從4面8方湧向帕拉迪尼山上的皇宮，拍打着大門。皇宮裡的禁衛軍不足以抵抗暴動的市民，皇帝忙召喚人去通知擁有兵權的大皇子提图斯。當信使在提多家族的宅邸找到大皇子時，他正和犹太女王顛鸞倒鳳。皇宮裡久等救兵不到，多米提安建議父親用老辦法轉移民眾的注意力，於是很快競技場的鼓聲響了起來。這隆隆的鼓聲瞬間讓民眾停了下來。戰車競技在羅馬備受大眾喜愛，是被狂熱追捧的盛大比賽。
比起暴動，戰車比賽更讓人血脈奮張。於是大家一扭頭湧向馬克西姆斯競技場。街頭的轟鬧吵醒了正在睡覺的特納斯，他拉開窗簾，正看到街頭小混混們在分煽動暴亂的酬金。看來他們背後有幕後主使。接着鼓聲傳來，這意味着競技場提前2天開了。手下趕來報告，戰車之星斯高普斯找不到了。這一早真是鬧心。特納斯知道斯高普斯這時候多半是泡在妓院裡，於是他來到妓院，果然在隔間裡發現了躺在安東尼亞夫人懷裡的斯高普斯。看着安東尼亞夫人離開，特納斯驚嘆，斯高普斯竟然睡自己老板的夫人。斯高普斯一臉無所謂的樣子，特納斯勸他先行醒酒。在追星市民的追逐下，特納斯帶着大明星斯高普斯回到了競技場地下。要不是看在斯高普斯缺席的比賽，賭金就會減半，特納斯才不會來趟這趟渾水。3個販馬的青年正好在地下為自己的馬匹尋找買家，可惜人生地不熟的不斷被人拒絕和驅趕。當他們看到偶像斯高普斯從身邊走過，3人臉上盡是羨慕的表情。斯高普斯的馬真是待遇非凡，不僅有單獨的房間、專屬樂隊，水果都是人嘗過沒問題才餵，還有職業鏟屎官，連馬糞都用金屬的盤子小心翼翼地收集起來。鏟屎官近距離觀看顏色、嗅聞氣味來判斷馬匹的狀態。斯高普斯牽着愛馬出來，藍隊老板給他換了一輛價格不菲的新車，但斯高普斯堅決要用自己的舊車比賽，認為舊車會給自己帶來好運。一個有經驗的退役老賽手發現了3個年輕人，一聽是來自安達魯西亞的馬就頗感興趣。他是個識貨的，安達魯西亞馬是世界上最優秀的馬種之一，他表示會幫他們引薦。3個年輕人高興壞了。決鬥場一開始，地下賭場就開始了。斯高普斯的名字一出現在黑板上，賭金瞬間翻倍。就連二皇子多米提安也是個狂熱的賭徒，他已經欠了不少的錢，但還是不甘心地安排手下再去下注。這次他認為是白棋獲勝。落魄貴族魯弗斯投了妻子的藍色家族股份來下注，他聽信一個巫婆的占卜結果，把賭注全都壓在了斯高普斯身上，而且還買了雙倍的賠率，賭斯高普斯會在倒數第2輪成為第1名。特納斯裝作勉為其難的樣子接受了這份賭約，一扭頭就安排人知會斯高普斯在最後1輪再抄第1。羅馬皇帝韋斯巴鄉正在為觀看比賽而做準備，一邊對小兒子多米提安諄諄教導。多米提安馬上把話題引到哥哥提圖斯身上，認為哥哥完全被那個猶太女人迷了心竅，才連老爹都不顧了。韋斯巴鄉心裡雖然不爽，但卻沒有表露出來。皇帝來到看台，在觀眾的歡呼聲中向觀眾致敬，仿佛暴亂從未發生過一樣。兒子提醒老爹，藍色家族的領主正在向皇帝露出居心叵測的微笑。韋斯巴鄉回了禮，扭頭就對兒子說：“朋友近，敵人更近，覬覦者近在咫尺。”在皇帝的授意下，主持人開始一一介紹4組顏色，每組有2隊參加比賽，一共8隊。隊伍的戰績就是貴族們的臉面。主持人毫不顧忌地挖苦墊底的綠色，調侃紅色，褒獎白色，讚美藍色。顯然藍色的斯高普斯是全場的最愛。隨着白色手帕的落地，比賽正式開始。8組戰車衝入賽場，他們需要繞場7圈決出勝負。戰車比賽危險無比，參賽者把自己綁在馬車上，拼盡全力讓對方發生意外。為了勝利，往往不擇手段。第1圈彎道處，白車超過了斯高普斯。斯高普斯讓隊友超上去，突然意外就發生了：爆裂的車輪、翻滾的戰車、飛揚的塵土，2輛車撞在一起，人仰馬翻。斯高普斯僥倖地躲了過去，趁着間隙，工人撿走了賽道上損壞的車輛和死亡受傷的馬匹。斯高普斯的受傷隊友沒有及時撤離，被飛馳而來的戰車撞得粉身碎骨。這時候提圖斯才姍姍來遲，坐在父親的身邊，弟弟多米提安話裡帶話的冷嘲熱諷着，兩兄弟不動聲色的唇槍舌戰。斯高普斯按照安排在最後1圈超過了白車，
並在最後幾秒第一個衝線，再次獲得了冠軍。落魄貴族魯弗斯徹底輸光了妻子的股份，但他不知道這一切都是陰謀。成功拿到藍色股份的特納斯給巫婆一袋佣金，得意地告訴斯高普斯，他們很快就可以有自己的車隊了，獲得無法想象的權力、地位和尊重。斯高普斯嘲笑他就是異想天開。另一邊，韋斯巴香把兒子提圖斯罵了一頓，並要求他趕快把那個猶太女人趕走，這讓多米提安開心不已。對賭輸了馬都毫不介意，父親對哥哥的態度讓他覺得自己離王位繼承人更近了一步。被父親罵了一頓的提圖斯灰頭土臉地回到了宅邸，他不捨得趕走這個猶太女人，偷偷地瞞着父親把女人留了下來。這個猶太女王也不簡單，她對提圖斯的順從似乎是為了委曲求全的計謀。作為提圖斯的手下敗將，她需要努力拯救那些淪為奴隸和決鬥士的戰俘，以及被牽來維修大決鬥場的猶太人們，在提圖斯身邊尋求讓自己和國民存活下去的機會。追到黑市的卡拉焦急地尋找自己的女兒們，竟然意外地發現兒子也在這裡，而且和女兒們一樣成為了囚犯。原來兒子在狩獵回來的路上碰到了妹妹們，救人心切的他不顧一切地想要帶着妹妹逃跑，結果被羅馬士兵抓住了。母親觀察到強壯的囚犯和奴隸將會送去羅馬，瘦弱的則送去挖礦。他告訴兒子，挖礦和決鬥士兩條路，只有決鬥士還有一線生機。他鼓勵兒子拼盡全力也要搏一把。果然，兒子因為身材瘦小而被分配去挖礦，他拼命掙脫守衛，利用靈巧的身法以一打三，讓奴隸商人大為讚嘆，成功地獲取了去羅馬當決鬥士的機會，並威脅帶上妹妹們，他才不會自殺。奴隸販子答應了。於是母親卡拉也跟隨着兒女們再次上路，尋找機會拯救孩子。斯高普斯獨自緬懷賽場上死去的戰友，那場突如其來的事故令他心生懷疑。於是喬裝後檢查了那輛本來要參賽的新車，果然車軸銷子被人做了手腳。如果當時不是他執意換回舊車，那估計賽場上粉身碎骨的就是自己了。晨光中，一行人戴着手銬脚鐐，被连成一串艱難地行走着。這是通往羅馬的必經之路——奧斯迪恩西斯大道。路兩邊高高的十字架上釘着殉難者，讓人看起來觸目驚心。奴隸商人在旁介紹，這就是以羅馬為敵的下場。一進城，夸梅就被迫與妹妹們分離了。妹妹們被送往奴隸市場，而夸梅和白色獅子一起被送到了決鬥場。白色獅子引起了眾人的好奇，獅子卻只對夸梅耿耿於懷。巨大的羅馬大決鬥場讓夸梅目瞪口呆，他從沒見過如此壯觀的建築物。成隊的猶太奴隸正在運送着一筐一筐石料，這座建築物還未完工。決鬥士們正在訓練，一個高大強壯有經文的家伙所向無敵。二皇子多米提安對這個巨人甚為滿意。這時商人帶來了新的一批決鬥士，夸梅正在其中，但他相較其他人過於瘦小，訓練官拒絕要他。商人趕緊撒謊說他殺過一頭獅子，二皇子根本不信，隨口喊來一個叫維果的壯漢陪他練練。兩人被綁在一根繩子的兩頭，夸梅一點都不適應，2下就被對方放倒。夸梅倍感受辱，但他專心地模仿對方的動作，很快就把維果放倒了。這一下激怒了維果，夸梅不習慣用長劍，於是折斷了木劍。維果也得到了一把短劍，但他依然不是夸梅的對手，敗下陣來。這下令二皇子很沒面子，他開口就罵夸梅就是北非的臭蟲。夸梅也不管對方是什麼皇子，上手就要打，被衛兵拉開了。二皇子從沒見過這麼囂張的奴隸，他怒不可遏地決定買下他，咆哮着要親眼看着他怎麼死。孩子們的母親卡拉緊隨其後進了城，她來到集市，找到一家當鋪，把自己珍藏的珍珠換成了錢，順便打聽了奴隸拍賣場的位置。沒想到賣珍珠的過程被門口的小混混看在眼裡，他剛走出門沒多遠，就被幾個小混混堵在路上。
對方人多勢眾，卡拉毫無還手之力，只能絕望地看着對方搶走他所有的錢。老羅斯把3個安達魯西亞小子和他們的馬介紹給了戰車之王斯高普斯。斯高普斯對這些馬嗤之以鼻。男孩埃利亞不服氣地爭辯，自己的馬比斯高普斯所有的馬都好，這讓斯高普斯感到好笑。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樣子，像極了年輕時的自己。於是他答應第2天套上戰車跑一圈試試。這個好消息讓哥3狂喜，同時對介紹人老羅斯感激不盡。老羅斯對這3個年輕人頗有好感，於是給他們介紹了一個既乾淨又便宜的住處，位於斐里納爾山。特納斯這個名字讓3個年輕人印象深刻。而此時，特納斯正把斯高普斯的車輛維修師從床上抓了起來，利刃逼喉地詢問他到底是誰指使他動的手腳。維修師哀求着，卻壓根沒有打算說。看來這個幕後主使比特納斯位高權重，既然問不出來，特納斯決定了結他。沒想到他的女兒衝出來說是個紅髮的小子，特納斯饒了他父親的命。很快他就找到了這個紅髮小子，在說明來意後，對方依然強裝鎮定地表示自己後台很硬。特納斯更加確定自己的判斷，於是威脅道，那就要看看此人是否會一直罩着你。說罢轉身離開。隨後他就來到了斯高普斯家。這個男人此刻正在床上左擁右抱，一看見特納斯就問，人殺了嗎？特納斯告訴他，必須先搞定幕後主使，也就是多米提安王子。看着一臉不可置信的斯高普斯，特納斯告訴他，多米提安嗜賭如命，他在羅馬每個地下賭場都欠着賬，但他不敢把這事兒告訴他的皇帝老爹。這正好是組建車隊的關鍵一步，一個由皇子持股的車隊，試問誰擋得住？第2天，斯高普斯如約來試駕安達魯西亞馬。埃利亞提醒不要用馬鞭，馬會跑得更好。斯高普斯不屑地拿起了鞭子，果然在鞭子下，馬兒跑得並不如意。在他收了鞭子後，馬跑得跟飛起來一樣快。斯高普斯重金買下了他們所有的馬，但條件是他們必須留下來照顧這些馬。2個哥哥馬上就同意了，但埃利亞表示反對，說好的賣了馬籌到錢就回去養馬的。哥哥們認為留下來有朝一日會成為大人物，於是不顧埃利亞的反對，接受了斯高普斯的條件，並表示會說服弟弟。斯高普斯興沖沖地把好消息告訴了特納斯，現在有馬有騎手，接下來一步就是錢。特納斯馬上起身，拿着贏來的藍色股份來到了領主家。一個平民也趕來敲門，僕人臉色難看。領主正聽到僕人匯報斯高普斯私自買馬的事兒，懷疑自家這個賽手有了2心。忽然僕人來報有平民求見，領主剛要拒絕，卻聽說是關於藍色股份的事兒，於是勉為其難地召見了。果然來者不善，特納斯拿出股份，開口就要70萬。領主剛想討價還價，特納斯馬上漲到80萬。他之所以那麼有信心，完全是吃準了領主想成為藍色最大的股東，而且領主只要說句不要，那特納斯會馬上拿着股份去找領主的死對頭。就這麼利用2個人的矛盾抬槓型漲價，最終領主以90萬的高價買下了這些至關重要的股份。另一邊，2個哥哥在努力說服弟弟埃利亞留下，忽然有人急匆匆地跑來送信，3人趕緊起身趕到馬場，眼前的景象令他們驚呆了。有了錢，就剩下最後一步，建立車隊的批文。關鍵人物2皇子多米提安上場，特納斯很快就來到2皇子眼前。2皇子狐疑地看着這個賭場老板，以為他是來要賭債的，結果特納斯表示那些錢就當上稅了。然後壯着膽子說自己知道下令在斯高普斯車上做手腳的是誰，以及食物暴動的幕後主使是誰。2皇子一聽，馬上面露凶相。特納斯建議2皇子聽完自己的話再殺自己不遲，然後直言自己的目的是想建立一個車隊，有最佳的車手、最快的馬、足夠的錢，而且還有一個聰明的財務管家。這就差一個能夠搞到批文的大股東。如果2皇子願意加入，那麼1半的股份、賭金、門票等等全都是其囊中之物。源源不斷的錢財將大大改善2皇子的財務狀況。多米提安看着眼前這個家伙，同意考慮一下，一臉傲慢地開口送客。
對多米提安來說，現在最重要的事是王位繼承權。然而關鍵時刻來了，皇帝韋斯巴鄉忽然召見2個兒子，當眾宣布他的最終決定：軍隊是國之重器，所以征服耶路撒冷的大兒子提圖斯成了皇位繼承人。多米提安壓抑着情緒，表面波瀾不驚地表示會好好的輔佐哥哥，然後憤然離去。王位是沒戲了。多米提安想到特納斯的建議，此時特納斯和斯高普斯正崩潰地看着馬圈裡的一地病馬，手足無措。沒想到後腳2皇子就親臨戰車庫，特納斯只好硬着頭皮去接待，丟下斯高普斯和3個小子想辦法。2皇子開口就要看馬，特納斯趕緊建議先來點美酒緩緩神，或者來幾個男孩女孩提提神，不然明早讓斯高普斯套上車跑2圈。2皇子完全不理會，直奔馬圈而去。和斯高普斯打了個招呼，扭頭就看到掛着的馬。2皇子一臉詫異，艾利亞趕緊解釋，這是西班牙的養馬技術，跑累了就掛起來休息休息。其他的馬都在牧場。大家捏着一把冷汗，看着艾利亞一通瞎扯。2皇子不懂装懂的信以為真。接下來2皇子就告訴2人，第5支隊伍正式建立，自己秘密持股2/4，特納斯和斯高普斯各持1/4，而且他授權特納斯作為自己的代理人。既然是自己人了，就會得到自己的庇護。特納斯瞬間感覺踏上了人生的巔峰，但眼前最重要的是救活這幾匹馬。經兽醫檢查，這些馬是被餵食了茄類植物，引起了嚴重的胃絞痛。以當時的醫療條件，這些馬只能等死了。特納斯威脅所有人不准把馬的事兒透露出去，否則自己不會善罷甘休。這一下可把3個小子嚇壞了。2哥建議大家一起逃跑，馬死了他們肯定要找替罪羊，別把自己也搭進去。艾利亞不同意，他認為馬還沒有死，這時候跑了既不仗義也顯得心虛。大哥也支持艾利亞。斯高普斯告訴特納斯，還有一個冒險的辦法是用火山灰，他曾見過別人用火山灰救活過中毒的馬。老羅斯反對，這種有毒的物質也可能加速馬的死亡，但現在只能死馬當活馬醫了。斯高普斯決定親自去龐貝挖，特納斯讓3兄弟中的大哥也跟着一起去，而他自己去打聽是誰給馬下了藥。很快他就順藤摸瓜地找到了線索，一頂金綠相間的豪華轎子裡的神秘人。當他回到馬圈時，馬已經開始死去。特納斯趕緊安排老羅斯去買幾匹馬，雖然好馬都被4大派壟斷着，但至少可以買幾匹活的來暫時掩人耳目。和弟弟吵完一架後，2哥還是決定自己走，可是老天爺總是有自己的安排。當他回到旅館拿行李時，在樓梯上碰到一個漂亮的女鄰居。這一幫忙就墜入了愛河。被搶劫的卡拉尾隨着搶劫自己的小混混們來到一個酒吧，趁他們喝得酩酊大醉，跟着那個領頭的來到後街，趁其不備打暈了他，機智地拿回了被搶走的錢和物品。第2天，2個在廣場上玩耍的孩子發現那個金綠相間的轎子，於是跑去報告了特納斯。奴隸拍賣市場開始營業，卡拉站在人群中等待着贖回女兒們。當他看着女兒們被帶出時，他志在必得。唱價開始，奴隸販子介紹着每個奴隸的優點和價格。他拿着一個英國奴隸的廚藝開玩笑。金綠相間的豪華轎子也停在了拍賣場外，特納斯尾隨而來。當輪到卡拉的小女兒時，因為她的處女之身而價格大漲。卡拉努力競價，但轎子裡的女人忽然給出了3000的高價。特納斯一眼看出，這正是藍色領主的老婆安東尼亞夫人。卡拉沒有那麼多錢，眼睜睜地看着女兒被買走，她現在只能寄希望於大女兒了。可沒想到特納斯一出價，奴隸販子直接一錘定音，把女孩賣給了特納斯。卡拉無法接受，一路央求特納斯把女兒賣給自己，自己願意出1倍的錢，但特納斯毫無興趣。當特納斯把女孩帶回家，卡拉就敲開了他的門。卡拉想不通女兒有什麼特別之處，為何非他不可。
特納斯坦言，因為自己想通過這對姐妹來監視轎子裡的女人。母親卡拉馬上自告奮勇地接受了這個任務，條件是當這件事完成的時候，自己可以贖回女兒。特納斯接受了，而且還善意地給母女倆安排了單獨的房間。終於團圓的母女倆心懷感激。卡拉的兒子夸梅在決鬥士學校和維果不打不相識，兩人成了患難之交。維果認為自己遲早會死在大塊頭靜文的手裡，他希望和夸梅互通有無，用自己的格鬥技巧交換夸梅的狩獵技巧。狩獵中不乏和猛獸搏鬥的技巧，也許可以幫助他戰勝大塊頭也說不定。最終獲得那把象徵自由的木質魯迪斯之劍，得以永遠離開競技場，成為自由民。自由，夸梅當然想得到自由，有了自由就可以出去救妹妹們，還可以殺死那個出言侮辱的皇子。维苏威火山暗波湧動，來自地下的低沉轟鳴聲讓人心驚膽顫。它是世界上最具歷史意義的火山之一。公元79年爆發，庞貝被火山灰和腐蝕掩埋，城市在一夜之間消失，数千人喪生。在火山噴發前，火山口就開始排放煙霧和有毒氣體，這正是火山爆發前的徵兆。斯高普斯加快了挖掘的速度。艾利亞的大哥向心中偶像婉轉地表達想要當個車手的願望。斯高普斯對這個話題沒有興趣，因為有這樣願望的人他見得太多了，但真正有才華並能夠堅持的真是寥寥無幾。火山灰被順利地帶了回來。火山灰具有很強的吸附能力，可以吸附和捕捉毒素、細菌和病毒等有害物質。艾利亞不放心別人，於是他親自給馬餵了下去。但是大家整整守了一夜，也沒有任何起色，似乎一切都太晚了。特納斯安排僕人克什爾帶着卡拉前往馬蘇斯領主的宅邸見女兒，他希望盡快聽到有關領主和領主夫人的動向。安東尼亞夫人親自給女孩驗了身，看着女孩流下羞恥的眼淚，他感到心滿意足，認為女孩的害羞已經說明她確實是處子之身。卡拉在路上買了2串紅色的小果子，跟着克什爾來到領主家。克什爾通過熟人德媽讓這對母女在廚房見了面。母親把小果子給女兒，並暗自囑咐了一些話。短暫的見面之後，卡拉離開了領主家。他擔心兒子垮梅，向克什爾問起決鬥學校，克什爾將他帶了過去。垮梅在決鬥士訓練營努力地練習，在維果的教導下，格鬥技巧突飛猛進。休息時，兩人就閒聊起各自的身世。垮梅說自己的狩獵技巧都是父親教的，他是個優秀的獵人，但被羅馬人強徵入伍，並死在了戰場上。垮梅感嘆，動物只是為了填飽肚子而獵食，但羅馬人卻為了取樂而捕獵。維果是來自北方小城的士兵，城被羅馬人佔領了，他從戰俘淪為決鬥士，妻兒成為奴隸，每天為人編織毯子，所以他希望獲得自由，去和妻兒團圓。這時，訓練官通知2天後的戰車比賽熱身賽由壯漢對戰大塊頭，垮梅和維果作為壯漢的收屍者。言下之意，壯漢基本是死定了。維果安慰着壯漢。卡拉說服守衛偷偷摸進了決鬥士訓練營，並見到了兒子。他告訴兒子自己一定會想辦法救出他。當卡拉回到家，他希望特納斯給自己一份差事為生，於是特納斯安排他們母女到自己的酒吧打工。二皇子多米提安認為，一旦哥哥當了皇帝後，自己就死期將近了。兒時哥哥的虐待和羞辱歷歷在目，都是因為哥哥從中作梗，父親才根本沒有給自己機會率領軍隊，完全忽視自己一直以來在元老院複雜關係中的運籌帷幄。他擔心父親死後，哥哥就會把自己除掉，包括眼前這個小寵臣。他早已拿定主意，絕不讓這個事兒發生。正當3個安達魯西亞小子收拾好行李準備離開時，好消息傳來，馬奇蹟般的痊癒了。雖然還有些虛弱，但參加比賽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每個隊有2個車，現在還差一個車手。斯高普斯想起了3兄弟中的大哥，這一下萬事俱備。斯高普斯忽然離開藍隊的舉動，讓馬蘇斯領主和安東尼亞夫人非常生氣。安東尼亞告訴丈夫，自己已經安排人毒死了斯高普斯的馬，下一個死的就是斯高普斯本人了。他們沒想到這些話都被臥室裡的女孩聽到了。當安東尼亞把女孩作為禮物送給丈夫時，馬蘇斯領主卻掃興地發現女孩裙子上的血跡。
母親交給女孩的手段讓她暫時逃過一劫。他匆匆溜出領主家，找到母親，把安東尼亞夫人預謀殺死斯高普斯的消息告訴了特納斯。比賽前一晚，斯高普斯來到賽場，恰好碰到了新進的队友，他們都發現了彎道處被撒上了更粗的沙子，這樣打滑的幾率就會變大，所以過彎時就必須緊貼內刀，否則很容易被滑出去。斯高普斯告訴新隊友，很多人都覺得他長勝不敗，是因為他在母親子宮裡時被羅馬幸運之神福爾圖納觸摸過，但他的母親是個妓女，哪有什麼幸運之神會眷顧？一切成功都來自於自己比別人更勤奮和細心，就如同這提前觀察場地一樣。另一邊的決鬥士訓練營裡，壯漢告訴維果和夸妹，他第二天會死。他看到別人死了被餵老虎，但作為最後一個辛布里戰士，他不希望最後被餵老虎。他把自己攒的錢都給了維果，希望維果把他的屍體燒掉。維果也不想被餵老虎，但夸妹覺得餵老虎是個不錯的選擇。從競技場獨自回家的斯高普斯在路上被人團團圍住，雖然他努力的搏鬥，依然寡不敵眾被打暈，然後捅了幾刀拖走了。圍觀的市民把這個驚人的消息傳遍了整個羅馬。馬爾蘇斯領主高興地對妻子大加讚賞，沒想到安東尼亞夫人驚詫地表示這不是他幹的，而且現在最重要的是，第二天代表藍隊出賽的車手空缺。深夜，多米提安匆匆來到財政部，聲稱要清點帝國賬目。他偷偷從國庫裡偷了40根金條，重新熔鑄之後，讓紅髮小子去給自己下注，買4大派全部都輸。一個猶太熔煉工偷偷藏了一塊，連帶消息一起傳遞給了猶太女王，而猶太女王馬上就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提圖斯。天還沒有亮，怒火中燒的提圖斯就把弟弟從床上抓了起來，看着弟弟百般抵賴，提圖斯表示自己會查清楚，並且會收走多米提安的權利。看着哥哥怒氣冲冲的背影，多米提安只能寄希望於這場豪賭，如果贏了就可以歸還偷拿國庫的錢，還可以大掙一筆，否則就只能死路一條了。開場的前一天，安東尼亞夫人在丈夫的陪伴下，用3倍的酬金挖走了白隊的車手瑞諾。這混亂的一天即將拉開帷幕。在隆隆的鼓聲中，競技場開啟了。多米提安匆匆來到父親的寢宮，發現父親獨自一個人在窗前發呆，他語無倫次，神志不清。多米提安把他扶上床，父親對兒子大加讚賞，這令多米提安倍感欣慰。可緊接着，父親喊出的是哥哥提圖斯的名字，多米提安瞬間感到失望至極。原來父親只是認錯了人。當多米提安來到競技場，哥哥已經在了。他告訴哥哥父親不舒服，不會來了。哥哥竟然毫不擔心的樣子，並乾脆坐上了父親的位置，這令多米提安感到很無語。白隊的領主在馬圈大發雷霆，他丟失了自己的主力車手。不僅如此，他委託車商制作的新型戰車也丟了，其實是被特納斯高價買走了。他只好派出後備車手駕駛舊戰車上場。戰車賽之前是決鬥式決鬥，大塊頭和壯漢上場，在眾人的歡呼聲中，兩人開始了血腥的搏鬥。維果在後場惴惴不安，他似乎預見了自己的死亡。果然，壯漢不是對手，很快就被斬斷了手腳，任由大塊頭虐待，最後被殺死。維果和垮梅兩人匆匆來到場內，撿起了壯漢殘破的屍體。垮梅被眼前這麼多人的競技場驚呆了，他還看見那個侮辱自己的王子正坐在高高的看台上眉飛色舞地聊着天。維果叫醒他，速度把屍體搬走。看台上，藍隊的馬蘇斯領主和妻子高高興興地坐到了第一排，得意地向對手卡托尼亞夫人炫耀自己收購了藍色股份而榮登藍色大股東的位置。然後面對怒氣冲冲前來理論的白色派元老的質問，霸氣地表示價高者得，天經地義。此時特納斯叫醒了昏睡了一晚的斯高普斯，告訴他那場謀殺都是為了保護他而演的戲。而此時斯高普斯依然不相信愛自己愛到痴狂的安東尼亞夫人會對自己下手。賽場上，幾個孩子舉着寒酸的金色旗子，跟着特納斯來到一塊狹窄的空地坐下。主持人介紹，從今天起將多一個金色戰隊，而車手正是斯高普斯。他一身金色的戰袍，白色的戰馬，漂亮的新型戰車，耀武揚威地進了場。
而白色戰隊的瑞諾成了藍色車隊的賽手。不僅貴族元老們滿臉驚訝，連看台的觀眾也亂成一團，賭場都被擠破了頭，賭徒們忙着重新下注，卡拉也跟着下了注。多米提安向哥哥介紹，一個平民攢夠了錢建立車隊，自己本着與民同樂的思想就批准了。哥哥提图斯對多一個或少一個車隊並不感興趣。比賽開始，斯高普斯依然戰術性落後，戰車在高速地變換着位置，他們盡量不讓馬落後，同時又節省體力。始終這些馬剛剛才從死亡線上掙扎回來，虛弱的並不能發揮全部實力。終於到達倒數第2圈，斯高普斯給隊友使了個眼色，隊友硬生生地幫他逼出一個內道。斯高普斯駕車追了上去，他開始加速，猛追第一的藍隊瑞諾。最後一個彎道後，兩人駕馬並駕齊驅，但斯高普斯的白馬已經開始體力不支了，這讓埃里亞倍感擔心。忽然，斯高普斯開始向曾經的座駕發出指令，藍色的馬兒開始減速，這讓瑞諾非常吃驚。斯高普斯趁機加速，最終提前一個馬蹄衝線，險勝對方。多米提安王子狂喜不已，馬蘇斯領主和安東尼亞完全沒想到，剛當上大股東的第一場就輸了。瑞諾更是在賽後怒氣沖沖地來找斯高普斯，指責他玩手段。斯高普斯毫不在乎地享受着自己的又一次勝利。賽場上輸錢的觀眾也打坐了一堆。特納斯在一眾貴族元老們憤怒的眼神中領走了當天的分成，他感到無與倫比的暢快。紅色小子把贏的賭金送去給二皇子，他用贏來的錢贖回了自己的大女兒。就在大家都沉浸在成功的快樂中時，外面的騷亂越發嚴重起來。輸了錢的市民開始聚眾鬧事，他們不接受多出一個派系。黃昏裡，卡梅和維果按照約定架起柴火，焚燒了辛普里戰士的屍體。在他們身後的羅馬城裡，市民亂成一團。多米提安偷偷歸還了金庫裡偷拿的金條。提圖斯對金庫的盤查什麼都沒有查到，他開始懷疑那個猶太女人。這時傳來皇帝駕崩的消息，老皇帝韋斯巴鄉頭戴桂冠，在衛兵的攙扶下站着死去。兩個兒子匆匆趕到時，他沒留下任何遺言。窗外街頭的暴亂還在繼續，多米提安站在窗前眺望，熊熊的火光映照在他的眼中，預示着新的權力爭奪之戰已經到來。羅馬帝國的第9位皇帝韋斯巴鄉去世了，他的兒子提圖斯順利接任。提圖斯乾脆就在父親的葬禮上登基。根據歷史記載，古羅馬的第2任皇帝提貝里烏斯就是在養父屋大維的葬禮過程中宣布登基的，所以提圖斯這樣做也是有先例的。這場盛大的典禮由神聖的維斯塔真女們主持。維斯塔真女是維斯塔女神的祭司，負責照看維斯塔女神的聖火永不熄滅。在古羅馬神話中，維斯塔女神是掌管家庭和灶爐的女神，感覺很像我們的灶王爺啊。她的火焰必須永不熄滅，因為這聖火象徵着羅馬城的永存和繁榮。維斯塔真女通常是從貴族家庭中選拔出來的身體健康的女童，她們擁有羅馬最尊貴的地位，可以住在維斯塔神廟裡，還享有一定的政治豁免權，主持宗教儀式，甚至行使刑罰權。如果維斯塔真女主持皇帝的火化儀式，將意味着死者的靈魂受到淨化和升華，通過火焰能夠位列到諸神之中。德媽回憶起安東尼亞夫人的親生女兒就被選為維斯塔真女，一旦被選為真女，未來的30年就會成為神的僕人，鼓祀青燈，獨守貞潔。如果他們讓看守的聖火熄滅，或者失去貞操，就要被活埋在地下的一個小房間裡，因為他們的血不可以灑在地表而引神怒。提圖斯看着父親裹屍布裡若隱若現的硬幣，想起與父親生前的一場爭論。這件事是4帝之年塵埃落定後，剛爭奪到王位的韋斯巴鄉上任後，發現國庫空虛，他決定恢復對公廁徵收尿液稅。這個稅在之前尼祿時代曾徵收過。尿液稅並不是像收費公廁那樣交了稅才能夠大小便，而是交了稅才能把公廁裡的尿液打包帶走。為啥要打包帶走尿液呢？因為古羅馬時洗衣服都要用到尿液，尿液裡含有的氨可以清潔和漂白紡織品。
甚至在拿破崙時期，軍隊依然使用尿液來清洗軍服上的血跡，非常好用。直到今天，如果你到土耳其旅遊，順便購買當地的手工地毯，老闆也會告訴你，上面的植物染料是用山羊尿來固色的，但這沒有關係，你買回家放個20年，味道就消失了。其他還可以用於皮革的軟化，製造黑火藥，還可以美容、入藥等等，真的用途非常廣泛。扯遠了。總之，尿液稅讓韋斯巴鄉成功成為歐洲公廁的代名詞。提圖斯曾經對這個稅提出異議。韋斯巴鄉把錢幣拿給兒子聞，告訴他尿雖然是臭的，但錢是不臭的。這就是那句著名的格言，意思是錢不臭。這句話表達了一個觀點，來源並不影響其價值。韋斯巴鄉告訴兒子，財力是一個國家的根基，錢可以建立軍隊來穩固政權，錢還可以為國民提供健康和福利，防止他們暴動。錢是帝王建立豐功偉績的前提。總之，錢是非常重要的。想到這兒，提圖斯忽然注意到弟弟在叫自己，是到了新一任皇帝致辭的時候了。他提出自己將重修維爾格渠道。維爾格渠道是古羅馬的重要供水系統之一，它是羅馬皇帝奧古斯都屋大維大約在公元前19年時期建造的。從羅馬以東約21公里處的泉水作為水源，經由維爾格渠長長的地下和地上水渠引入城內，主要用於城中的各種噴泉、公共浴室和個人住宅提供清潔的飲用水，也被用來灌溉城市中的農田和花園，保持城市的綠化。它是古羅馬最偉大的工程奇蹟之一。提圖斯的皇帝之職就這麼轟轟烈烈地拉開了序幕。為了盡快平息暴亂，提圖斯和4大派系達成一致，取消金色派系來停止暴亂。於是特納斯剛剛掛上的金色旗幟就被衛兵扯了下來，新馬車也被白色元老搶走了。剛剛贏了一場的新派系就此告終。斯高普斯無法接受自己將無賽可比的處境，當場就衝動地宣布退出。提圖斯的情婦猶太女王也跟着搬進了帕拉迪尼山上的皇宮。當他看到那個巨大的水渠圖紙時，擔心地問提圖斯什麼時候能夠兌現當初答應過一旦當了皇帝就釋放猶太奴隸的承諾。提圖斯馬上否認自己承諾過此事，而且眼下修水渠急需人手，猶太人正好可以擔當重任。女人還想爭辯，身邊等待接見的軍官讓他決定再等待時機。軍官告訴提圖斯，民眾的騷亂已經平息了，但對於糧食短缺的恐慌再次被燃起，而且有流言稱糧食引起的暴亂與多米提安有關。提圖斯馬上要求去調查清楚。僕人把這個消息傳到了多米提安身邊的小寵臣耳朵裡。多米提安把特納斯喊來，要求他幫自己解決掉那個紅髮小子，免得被哥哥發現糧食暴動的事兒，而車隊的事兒只能從長計議。很快，紅髮小子一夥全部被滅了口。在確認所有知情人都被解決後，紅髮小子也被送走了。提圖斯的手下沒找到任何線索，但這突如其來的嫌疑人死亡，反而讓提圖斯更懷疑弟弟多米提安了。於是他當面質問弟弟，多米提安百般狡辯，這讓提圖斯一無所獲。惱羞成怒之下，就把弟弟軟禁在了皇宮裡，等待運糧船回到港口時再核實情況。多米提安回到房間裡鬱悶不已，小寵臣馬上給多米提安出主意。他打聽到猶太女王也有反對者，建築師阿薩利亞就反對猶太女王與提圖斯的親密關係。他們偷偷討論着要模仿斯巴達克斯的奴隸起義，這讓多米提安有了新的想法。斯高普斯去找馬蘇斯領主，希望回到藍派，結果被安東尼亞夫人堅決地拒絕了。於是他去找其他3家，綠紅兩派不願意給那麼多佣金而放棄了，只有白色的元老願意出價，這價格只是藍派給瑞諾的1/3，而對外宣稱拿的比瑞諾高。斯高普斯沒得選，只能接受了。卡托尼亞夫人為了重新拿回藍派大股東的位置，屈尊來到貧民區尋找侄女，他會幫這個破產侄女打官司拿回那些藍色股份，然後重金買走，這樣皆大歡喜。
特納斯找到戰車製造商，希望買2輛新的戰車。製造商把他發明的超輕戰車展示給特納斯，但這車無法達到比賽要求的重量，特納斯卻毫不介意地買了下來。他還是對新派系的建立充滿信心。然後他找到斯高普斯，但失望地發現斯高普斯已經投靠了白色。特納斯賭氣地表示，兩人從此分道揚鑣。為了提圖斯登基後的第一場決鬥比賽，主持人同時也是決鬥表演設計師，煞費苦心地做了無數的方案，一一呈報給多米提安，結果都被否定了。只有那只白色的獅子引起了多米提安的興趣。多米提安決定在這場盛大的慶祝哥哥登基的決鬥中上演一場還原哥哥征服耶路撒冷的表演。白色獅子代表哥哥提圖斯，然後需要一大批猶太人來扮演狮子的獵物。他盤算着這個表演是送給哥哥和他的猶太情人的一個大禮，心中無比解恨。盛大的決鬥場開幕式，當新皇帝帶着猶太女王來到看台時，本來歡呼的羅馬人馬上噓聲一片。他們不承認這個猶太女人成為王後，猶太女王強忍着尷尬坐下來。但接下來的表演同樣把提圖斯都尷尬得要死。羅馬弓箭手向紙糊的耶路撒冷城牆射箭，被抓的一群猶太人被從城後放了出來，為首的是反對猶太女王的建築師，他被打扮成女王的樣子，引起全場的哄笑。猛獸飼養員拿一同被抓的猶太女人和孩子的命威脅他，讓他主動去引起獅子的攻擊。於是在獅子被放出來後，他猶豫了一下，最終衝向獅子。看台上的觀眾對這場表演興奮不已，發出雷霆般的歡呼聲，而台上的猶太女王被眼前的一切驚呆了。這種侮辱性的殘忍表演讓他掩面奪路而逃。提圖斯也坐不住了，回頭間他看到皇宮陽台上一道熟悉的身影，瞬間明白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誰。決鬥場的阵阵歡呼聲讓多米提安心動不已，最終忍不住爬上陽台眺望自己的傑作。沒想到就這一冒頭的功夫就被哥哥看見了，於是接下來就是怒氣冲冲的提圖斯撞開了門，一把利劍直指多米提安的喉嚨。多米提安努力地狡辯，自己只是為了給哥哥樹立威信，同時又是幫嫂子鏟除反對者，這妥妥的是維護自家人的舉動。可他無論怎麼解釋都無法平息提圖斯的怒火，只能用激將法了。多米提安乾脆把劍尖指向胸口，擺出一副要殺要剮隨便的架勢。提圖斯果然猶豫了，理性還是戰勝了怒火，最後無奈地警告弟弟，下次就不會手下留情了，轉身摔門而去。劫後餘生的多米提安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提圖斯回宮時，猶太女王正在收拾行李要離開，提圖斯就像個初戀大男孩一樣的在旁邊哀求原諒。女人說自己很清楚永遠也不可能成為羅馬人的王後，所以提圖斯最好娶一個羅馬顯赫家族的女子，而自己永遠只能做一個不見光的情人。然後兩人就和好了。卡拉在酒吧幹得不錯，而且他主動把在家鄉做買賣養成的能力，比如八面玲瓏的社交手段、精明能幹的做事風格，再加上頭腦敏捷、目標明確，全都運用在了賭場的銷售上。他讓賭場的收入顯著提升。接着他就向特納斯表達了自己想掙更多的錢。特納斯警告他，雖然大筆的錢可以贖回小女兒，但決鬥士是沒有可能用錢贖回的。不過特納斯不知道，卡拉對此另有打算。他偷偷跟蹤德媽，在維斯塔神廟中找到了德媽所說的那個真女，也就是安東尼亞夫人的女兒。他哀求這個真女能夠赦免自己的2個孩子。真女被眼前這個女人滿滿的母愛打動了，決定幫她詢問大祭司。黑暗中的黑白鬍子終於主動找上了特納斯。這個名叫沃爾蘇斯的男人把特納斯稱為昆圖斯，也許這才是特納斯的真名。原來在兒時的那場火災中，作為奴隸的特納斯逃走了，沃爾蘇斯卻被當作奴隸賣給了船上，成為一個船奴。經歷了非人的折磨後，他又成為一個羅馬士兵。終於獲得自由的他找到了特納斯，於是兩人開啟了一場生死搏鬥，從廁所打到了糞坑裡。就在特納斯被徹底擊敗後，沃爾蘇斯卻忽然改變了主意。他覺得殺死特納斯太容易了，他想要的是特納斯所有的錢和地位。
說完，他就丟下特納斯，轉身走了。2個男孩放火殺死了自己的主人，其中一個逃跑了，另一個被困在火場，生死未卜。逃跑的那個就是特納斯。現在困在火場的那個男孩烏爾薩斯回來了，他把自己的遭遇都怪在特納斯身上。經過上次的廁所大戰勝利後，他在特納斯家門口留下了口信，要求分得賭場的利潤，並毫不客氣地就在信中留下了交錢的地址和時間，威脅如果不照辦就把當年的事儿捅出来。特納斯愤怒不已，他發誓要把沃爾薩斯抓出来，於是派出了所有的手下，特別安排了一個最机靈的男孩去交钱地址處尋找。可惜一無所獲，男孩還被殺死了。特納斯內疚不已地埋葬了男孩，但他並不打算老老實實地交出錢，於是把錢送到指定地點後，安排更多的孩子暗中監視着，一旦有人动那些錢，他就讓他們馬上來報信。卡拉看出特納斯面臨巨大的威脅，這個一向自信滿滿的黑社會老大一反常態地開始燒香拜神。特納斯也忍不住向卡拉傾訴自己一步一步從小混混爬上如今位置的艱難，但當卡拉問起這起衝突的起因時，特納斯缄口不語。卡拉也沒有追問，只是幫他查看了傷口，恢復得不錯。氣氛突然有些曖昧，卡拉趕緊抽身離開。卡拉想把大女兒送回家鄉，但是大女兒不肯走，偏就想留在羅馬這個繁華之地，把卡拉氣得沒轍。斯高普斯的比賽也很不順利，技術再好，駕駛着老馬破車，連冠軍的邊兒都摸不到，只能眼睜睜地看着瑞諾奪冠，紅隊也拿到了亞軍。屈居第3的斯高普斯哪受得了这種憋屈，乾脆喝了個酩酊大醉。薩琳娜帶着兒子搬家了，二師兄看到了，忙着湊上來幫忙，並殷勤地把他們送到了卡托尼亞夫人家。雖然沒有比賽了，但大師兄依然勤奮地練習。二師兄勸哥哥趁着紅派招人，乾脆去紅派算了，但大師兄不肯。他知道特納斯可不是好招惹的人物，那些心愛的馬都賣給了特納斯，現在離開與背叛無異，還是專心練習，等着金色派重新上場。薩琳娜的破產老公魯弗斯已經走投無路了，跑到酒吧指責自己輸掉妻子的藍色股份全是特納斯的陰謀，被打手轟了出來。忽然一個老僕人把他帶到了猶太公主格里安面前，公主問起他與特納斯之間的事兒，魯弗斯一股腦的都說了，甚至表示有傳言多米提安王子就是特納斯的後台，也是金色派系的幕後大佬。格里安公主要求他去接近特納斯並獲得信任，魯弗斯也正想尋機報復，於是接受了這個任務，來到特納斯面前死纏爛打。最終特納斯留下了他，並把他安排給了卡拉使喚。決鬥場訓練營收到通知，為了慶祝提圖斯大婚，將要舉辦一場決鬥賽。出場的是大塊頭，對手是垮梅和另外2個人。垮梅沒想到生死決鬥那麼快就來了，他唯一能做的只有抓緊時間訓練。提圖斯的大婚轉瞬即至，他娶了自己的表妹，決鬥場鼓聲隆隆。安東尼亞夫人對這場婚禮倍感嫉妒，她希望自己能夠成為皇後，當然前提是丈夫馬蘇斯成為皇帝，但她這野心馬上被丈夫制止了。這種事兒只能在心裡想想，真的要做可是要豁出性命的。在沒有好的時機的時候，就耐心旁觀，並偶爾使點小陰謀搗搗亂啥的。卡拉忽然在下注板上看到了兒子的名字，這令他崩潰不已。一直忙於自己事兒的特納斯也不知道這個情況，但他看着心急如焚的卡拉，也愛莫能助，只能攔住他別去做傻事，一切只能聽天由命了。卡拉請求特納斯讓自己見見兒子，於是特納斯賄賂了守衛。快上場的垮梅見到了母親，開心不已。母親不斷給兒子打氣，並告訴他他是戰神阿佩德馬克的化身，要求他答應自己一定要勝利歸來。垮梅向母親保證自己一定會回來，一家團聚。上場後，垮梅和另外2個人鎖在了一起。很快2個炮灰就一死一殘。
垮梅也根本不是對手。這時地動山搖，說巧不巧，維蘇威火山即將噴發，而這恰恰幫助垮梅贏得了時間。他努力把腳銬打開，不惜切斷了一個同伴的腿，然後和大塊頭周旋，以小博大的勇氣折服了觀看的羅馬市民。大概是看膩了大塊頭毫無懸念的勝利，決鬥場上開始回盪起對垮梅的呼聲。他奮起刺傷了大塊頭，但始終實力差距讓他敗倒在地。這時，場上的羅馬觀眾都投票讓垮梅活命，但多米提安卻表示殺了他。皇帝提圖斯看不下去了，直接起身投出了決定一票。垮梅得到了活命機會，在後場揪心的卡拉終於長舒一口氣，但這並不代表垮梅獲得了自由，而是預示着垮梅將會一次又一次的出場面對死亡挑戰。國王給獲獎者頒發獎金，多米提安極不情願地給垮梅頒獎。看着垮梅眼中的騰腾殺氣，多米提安感到恐懼。這時忽然大地震動，維蘇威火山開始噴發，人們亂作一團，多米提安趁亂逃走了。維蘇威火山噴發了大量火山灰，籠罩着城市，龐貝和赫庫蘭尼姆被毀滅。安東尼亞夫人更是火上澆油地澆熄了維斯塔神廟的聖火，致使看守聖火的祭司長被處死。雖然聖火被再次燃起，但人心惶惶的現實無法改變。皇帝提圖斯忙着安排開倉放糧，安頓災民，弟弟多米提安卻對垮梅耿耿於懷，想要盡早除掉這個對自己大不敬的野蠻人。於是他安排了一場垮梅與大塊頭的1v1，為了讓垮梅輸得徹底，還把他單獨關押起來，不給吃的，只給點水維持生命。好在他的好友維果還是偷偷地給他送去吃的，並鼓勵他每活一天都要振作。A short life can still be a good life. 安東尼亞夫人和丈夫馬蘇斯領主盤算着，皇帝花光國庫的錢救濟災民，又把災民放進城，這是一個謀權篡位的好機會。他們暗自聯絡着那些對統治不滿的貴族元老，召開一次秘密會議來決定推翻皇帝。但這一切都被卡拉的小女兒偷聽到了，她忙着到特納斯家裡報信，老僕人克什兒把她帶到了賭場，母女三人開心地見了面，消息也帶到了。回去的路上，小女兒問個路就和小師弟埃利亞搭上了話，小伙子熱情地主動帶路，這倆是一見鍾情的架勢，就跟二師兄一樣，愛情總是那麼猝不及防的草率。克什兒識趣地走了，兩個年輕人在路上聊着天就到了馬蘇斯領主家，依依不捨地道別。特納斯馬上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多米提安王子，對特納斯來說，這是恢復金色派對的大好機會；對多米提安來說，這是重新獲得哥哥信任的大好機會。很快，兩個人就帶着皇帝來到一個通往會議大廳下層的密道裡，聽着馬蘇斯領主慷慨激昂地煽動着元老們的憤怒，吶喊着推翻當朝皇帝。提圖斯怒火中燒地下令馬上抓捕馬蘇斯和他的兩個支持者。馬蘇斯以為大功告成之時，卻不想身後的衛兵讓他瞬間明白消息已經洩露了。看着煽動者們被抓走，多米提安虎視眈眈地看着恐慌的元老們，那些与會者再也不敢發出任何聲音。多米提安如願以償地重新獲得了哥哥的信任，不僅恢復了金色派系的比賽，哥哥提图斯還接受了他的各種建議。欣喜若狂的多米提安馬上召見了特納斯，要求他盡快把金色派的比賽安排上，而且對這個平民倍加讚賞。斯高普斯終於獲得了一次勝利，本想偷偷地給自己下注掙點錢，沒想到就被衛兵抓了，而這都是特納斯的小手段，想讓他回到金色派。斯高普斯對此憤怒不已，但又無可奈何。馬蘇斯領主被抓後，安東尼亞夫人走投無路，只好到維斯塔神廟找身為祭司長的女兒。可惜女兒對這個從小遺棄自己、從來沒有付出一點愛和關心的父母倍感厭惡，冷漠地拒絕了安東尼亞夫人提出的希望她以維斯塔祭司長的身份為父親求情的願望。
這對不稱職的父母終於自食惡果了。小師弟艾利亞徹底墜入了情網，趁着馬蘇斯領主被抓，家裡的守衛鬆懈，他乾脆就每天翻牆進來與卡拉的小女兒幽會。他希望能夠攢夠錢贖回女孩，但攢夠那筆巨款似乎是件遙遙無期的事。女孩鼓勵着艾利亞，她有耐心等待。特納斯偷偷給車身上綁了水袋，增加重量，順利地通過了重量限制。超輕的馬車，最快的馬，讓斯高普斯輕鬆地奪冠。卡拉提議特納斯把下注時間延長到最終勝利之前，這樣可以獲得更多的收入。但特納斯注意到的是賭桌上那個包着熟悉的金屬賽馬的紙條。沃爾薩斯要求特納斯盡快把錢繼續交到指定地點，否則他會不斷地殺死特納斯的手下。特納斯無可奈何地把錢都送了過去，這就拖欠了斯高普斯和多米提安王子的分成。斯高普斯當众表達着不滿，而多米提安王子也忍不住召見他，要求他盡快把錢拿來。運到指定地點的錢堆成了山，卻不見沃爾薩斯的行蹤，這讓特納斯焦頭爛額。卡拉在約定的時間來見安東尼亞夫人的女兒，可這個剛剛晉升的維斯塔祭司長認為卡拉和特納斯一樣都是壞人，當面拒絕了卡拉的請求。卡拉回到家遷怒特納斯。終於，沃爾薩斯在指定地點出現了。特納斯留下的小男孩連忙去報信。特納斯接到信息，匆匆帶人趕來，卻不想手下已經被沃爾薩斯買通了。但沃爾薩斯根本沒打算留着背叛特納斯的家伙，一刀解決了他，然後扭頭就把特納斯暴揍了一頓。腿也給踢斷了。他告訴特納斯一個秘密，他們兒時燒死的那個主人其實是特納斯的親爹。這個貴族的妻子是個擁有馬場的貴婦，所以他不敢讓妻子知道他有一個私生子兒子。他把特納斯這個私生子當作奴隸一樣養在身邊，所以特納斯也是有貴族血統的，名叫奎因圖斯。說完，沃爾薩斯點燃了屋裡的織物，把門反鎖上，扬長而去。躲在门口的男孩喊來帮手，一起把特納斯救了出来。大家七手八腳地把他抬上推車去找醫生。醫生趕來後，給特納斯帶來了一杯罌粟汁，然後上演了一場血腥而恐怖的徒手復位。大家好，歡迎來到露天電影院，我是吉利波。今天我們繼續《將死之人》的第7、8兩集。醫生給卡拉留了些麻藥，囑咐了一些注意事項就離開了。這些麻藥就是罌粟汁。罌粟最早被發現和使用的記錄可以追溯到約公元前3400年的古代美索不達米亞（今伊拉克地區）。蘇美爾人將罌粟稱為快樂植物，用它鎮痛和催眠。埃及的醫學典籍《埃博斯指草文稿》記載了罌粟的使用方法。罌粟大概是在隋唐時期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早期的罌粟大多是用於藥用。古代醫書如《本草綱目》中都記錄了罌粟的藥用價值。醫生的醫囑就是要求卡拉嚴格控制服用的時間和劑量。卡拉扭頭就安排特納斯的手下去把閣樓上的金子收好，賭場要正常經營，而特納斯的病情需要隱瞞好。手下拒絕服從一個女人的安排，卡拉態度強硬地告訴他，要麼按照自己的要求處理好事情，要麼等着特納斯醒來發現一團糟，大發雷霆。手下權衡利弊，決定服從卡拉的安排。手下來到火場，發現房間裡空無一物，錢都被拿走了。卡拉的大女兒在外面和路人甲睡了一覺，半夜忽然醒來，準備回家，卻在路上碰到了沃爾薩斯。這個壯漢背上被灼燒過的舊傷猙獰恐怖，令人印象深刻。敲門聲讓卡拉緊張，打開門才發現是徹夜不歸的女兒。他忍着怒氣安排女兒正常去賭場上班，並且要她散布關於特納斯去購買土地的謊話，一定要讓人聽起來無法辨別真假，因為那些與特納斯為敵的人也會是母女倆的威脅。安東尼亞夫人去看望監獄裡的丈夫。馬蘇斯領主要求妻子必須盡力保全家族和孩子，為此要他和自己劃清界限，把一切過錯都推到自己頭上，韜光養晦，尋找機會把兒子扶上皇位。No, please.
安東尼亞聽從了丈夫的話，邀請四大派開了個碰頭會，當眾宣布自己繼承了丈夫的藍色股份，把想趁機重登大股東位置的卡托尼亞夫人氣走了。然後她表明與丈夫劃清界限的立場。為了得到自己就任藍派大股東的第一場勝利，她找到了斯高普斯，做出一副想和好的架勢。等到這個可憐的男人睡着後，她弄了一隻毒蠍子放到斯高普斯的身上。卡托尼亞夫人也為了藍色股份而努力。她突然試圖勾引賽琳娜，可她錯判了賽琳娜的性取向，導致賽琳娜直接帶着兒子投奔二師兄去了。而斯高普斯睡過了比賽，還被蠍子咬了一口。當他匆匆趕到決鬥場，發現場上眾人都在高呼大師兄安德里亞的名字。原來開場前卡拉找不到斯高普斯，就安排安達魯西亞三兄弟中的老大老二上場。不僅如此，卡拉還安排那些小孩子到觀眾席上去找觀眾下新的賭注。這一場比賽不僅讓大師兄嶄露頭角，還讓賭場掙得盆滿缽滿。唯一不開心的恐怕只有斯高普斯了，他氣沖沖地來找特納斯告狀，特納斯反而安慰他，都是金色派的老闆了，還怕別人搶風頭嗎？退居二線默默掙錢也不錯呀。但斯高普斯就是一根筋地認為自己就得喝酒嫖娼賽車，缺一不可。就在這時，多米提安王子破門而入，要求特納斯盡快把自己的錢交出來，一邊在傷口上撒鹽威脅。特納斯只好滿口答應。卡拉開心地把今天掙的錢都交給了特納斯。特納斯告訴他，這樣下注是違法的，但是看在錢的份上，小心謹慎行事也是可以的。正當卡拉為自己的成功開心不已時，他聽到路人正在聊兒子垮梅和大塊頭的又一場決鬥比賽。他趕緊起身去想辦法。卡拉找到藥劑師購買了毒藥，交換條件是讓藥劑師下注給垮梅，這可是1賠12的賭注，說明所有人都會壓大塊頭，垮梅勝率很低。然後卡拉神奇地混進了看守無比鬆懈的決鬥士學校，準確無誤地找到了大塊頭的房間，神不知鬼不覺地在正在激戰的大塊頭的酒杯裡下了毒。第二天清晨，喝了毒酒的妓女已經死了，大塊頭一點都沒發現，拿起另一杯一飲而盡。比賽開始了，這是一場身着鎧甲的決鬥，大塊頭佔盡優勢，從沒有穿過鎧甲的垮梅笨笨拙拙，疲於招架，險象環生。大塊頭的連番攻擊把垮梅擊倒在地，毫無還手之力。卡拉不忍直視兒子的悲慘命運，躲在角落裡嚎哭。終於，大塊頭的藥勁上來了，垮梅開始有了喘息之機。他抓起一把沙子扔向大塊頭，巧妙的一閃身割傷了對方。觀眾開始高呼垮梅的名字，鮮血讓垮梅信心開始恢復，他看到了勝利的希望。多米提安坐不住了，他發現了大塊頭不對勁，但又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垮梅開始還擊，運用靈巧的動作晃過對方的進攻，迅速轉移到對方身後發起攻擊，屢屢得手。大塊頭的移動速度越來越慢，越來越笨重，不斷受傷，加上毒藥的藥性，他變得越發的呆滯，任憑垮梅的進攻毫無招架之力。卡拉也看到了希望，終於在大塊頭一個掄錘進攻中，垮梅抓住時機，一把利劍刺入對方身體，結束了這個不敗的神話。大塊頭至死也不知道自己的死完全是垮梅的母親那一番猶如神助的操作。卡拉救了兒子，這對母子擁抱在一起慶祝劫後餘生。多米提安王子氣得轉身離場。而這時沃爾薩斯來到了特納斯的住處，沒找到躲在密室裡的特納斯，他把特納斯手下的腦袋丟在了床上，然後直奔賭場。卡拉正和女兒生氣，女兒不僅拒絕回老家，還拿起衣服就去找新認識的女朋友。卡拉無奈地自己收攤。一個黑影閃了進來，沃爾薩斯抓住了卡拉，追問特納斯在哪。見卡拉不說，沃爾薩斯就起了殺心。卡拉奮力反抗，真是意志堅強，說實話比他兒子垮梅打的都好。利用身邊的工具反擊，用頭上的髮卡反擊，攻擊對方的弱點。其實他有好幾次機會可以逃跑，但最終還是因為實力差距被抓住了。就在沃爾薩斯磨磨蹭蹭要殺死卡拉時，
特納斯忽然從身後冒了出來，一刀了結了這個老冤家。猶太公主格里安來找皇帝提圖斯，她希望他能夠念舊情，釋放那些修建大決鬥場的猶太奴隸，被提圖斯一口拒絕。而且提圖斯還要求他徹底離開羅馬，免得貴族元老們在後面竊竊私語，威脅自己的統治。格里安公主徹底失望了。其實提圖斯與表妹這個婚姻也索然無味，只是為了傳宗接代，每天例行公事後就各回各屋了。弗拉維安原新決鬥場的建造進入尾聲，多米提安獨自來到決鬥場查看。他想起當年自己給父親韋斯巴鄉的登基發言稿提意見，獲得父親極大的讚賞，現在想起來都是滿滿的得意。用決鬥場的盛大表演和賭博來給出身低微的弗拉維王朝贏得市民的支持，用這種屠戮的狂歡轉移矛盾和不滿，是多麼英明的決定。可那些來自被奴役的民族，他們的不滿只有奮起一搏。突如其來的刺殺讓多米提安吓出了一身冷汗。猶太公頭忙着解釋這是個人行為，王子也不敢逗留，忙着起駕回宮。埃利亞和朱拉出場禁果後就一發不可收拾，夜夜廝混在花園裡。這一天告別情郎後匆匆回屋的朱拉被安東尼亞夫人看到了。埃利亞趕回車庫，兩個哥哥調侃弟弟是不是有了心上人。腼腆的弟弟答應等待時機成熟就把女朋友帶給哥哥們看。盛大的決鬥表演又開始了，皇帝提圖斯宣布自己有了繼承人，滿場爆發歡呼聲，多米提安卻悶悶不樂。特納斯恢復得不錯，一瘸一拐地來到決鬥場觀戰。斯高普斯在後場心事重重。當手帕落地，比賽開始，大師兄如同插上翅膀一樣縱馬飛馳，觀眾席爆發出狂熱的喊叫聲。藍色的瑞諾和白色的車手互不相讓，最終挨得太近的兩輛車的輪毂撞在了一起，一瞬間人仰馬翻，雙雙爆飛。金色派系的兩車遙遙領先，幾乎穩操勝券。就在這時，場上爆發出對安德里亞的歡呼聲，這名字刺激着斯高普斯。曾幾何時，滿場回盪的是他斯高普斯的名字啊！這時，惡魔已經偷偷控制了他的身心。最後一圈，場上還滿是沒來得及撤走的殘骸。斯高普斯一拉韁繩，駕車把大師兄逼在了內道，離殘骸越來越近，一旦撞上就是車毀人亡。但斯高普斯似乎就是在等待這個結果，完全不顧大師兄的吼叫。瑞諾拼命地往場外爬，但他的速度根本抵不過飛馳的戰車。就在戰車壓過他的瞬間，大師兄的車撞上了殘骸，瞬間戰車爆裂，馬匹哀鳴。死神就在這一瞬間降臨人間，收割靈魂。當血淋淋的大師兄被抬下場，他掙扎着囑咐兩個兄弟互相照顧，隨後就撒手人寰。獲得歡呼聲的斯高普斯以勝利者的姿態來到車庫，迎面就被小師弟埃利亞一拳。埃利亞指責眼前這個殺人兇手害死了哥哥，但斯高普斯拒絕承認，他狡辯這就是一場意外。憤怒的埃利亞一邊指責一邊就要拼命，被二哥和老羅斯拉開，特納斯也過來阻止。所有人都罔顧真相，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站在斯高普斯一邊。對他們而言，死去的人和真相一樣，都是沒有價值的。埃利亞希望二哥和自己一起為大哥討回公道，但二哥當時正忙於其他事，並沒有親眼看見。埃利亞失望之餘，悲憤交加地宣布與金色派徹底決裂。目睹這一切的卡拉不忍心地質問特納斯為何要撒謊。特納斯表示車手很多，死幾個也沒有關係，但斯高普斯只有一個。大師兄的葬禮在羅馬郊外的墓地舉行。特納斯默默地來到現場，站在卡拉身邊。卡拉再次質問特納斯為何要對男孩撒謊。欺騙別人很容易，但欺騙自己很危險。而且說出真相的後果對特納斯來說並不算什麼，但對這個年輕人來說，真相就是正義。特納斯認為自己沒有義務這麼做，而且女人也只是因為利益和自己在一起，沒必要要求自己的正義和良心。卡拉滿心失望地轉身離開。埃利亞簡單地收拾了行李就要離開，二哥努力地挽留他，他希望哥哥和自己一起走，但哥哥表示自己離不開塞琳娜，而且特納斯和斯高普斯給自己頂替了大哥的機會。埃利亞好笑，哥哥竟然蠢到也要去送死，但他無法說服哥哥，於是頭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中。埃利亞開始尋找目擊者，他詢問老羅斯，老羅斯也沒有看到。他忽然想起幸存的瑞諾。
斯高普斯帶着禮物和錢來看望瑞諾，沒想到瑞諾表示自己看到了斯高普斯把大師兄逼在內道，導致其撞上殘骸的過程。他希望斯高普斯去自首，斯高普斯直接一不做二不休地把瑞諾給勒死了。當艾莉亞趕到時，只看到斯高普斯佯裝遺憾的虛偽樣子。艾莉亞決定尋求復仇，為此她和老羅斯一起投靠了藍色派。死了首席車手的藍色派正好缺人，艾莉亞自告奮勇地充當車手。看着艾莉亞眼裡熊熊燃燒的復仇之火，安東尼亞夫人接受了她的毛遂自薦，但是要求她當晚親自駕馬車試跑來證明自己的能力。離開時，艾莉亞碰到了卡拉的小女兒朱拉，她告訴女孩自己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做，做完以後就會回老家去，然後簡單的說了句道歉就轉身走了，留下女孩獨自傷心不已。垮梅的勝利並沒有給她帶來什麼不同，反而她為了拒絕再次上場而選擇絕食，幾天下來就虛弱的走不動路了。多米提安王子安排了人準備了一桌子堆成山的美食，夸梅連看都不想看一眼，一點都不領情，這可把王子氣壞了。多米提安乾脆親手抄起弓箭，隨機射殺。訓練官上來提示王子可以射殺為果，他和夸梅的關係不錯。王子高興地拉滿了弓，夸梅只能屈服了。他勉強地感謝了王子，並開始大口吃肉。多米提安心滿意足地離開，同時告訴訓練官，他需要一個更刺激的表演來殺死這個北非老鼠。白色長老萊托忽然求見皇帝提圖斯，他舉報多米提安是延誤運糧和糧食暴動的始作俑者，他抓到一艘運糧船的船長可以作證。同時他宣誓自己和自己的派系的所有元老都會全力支持提圖斯，這一切只為了換取即將完工的弗拉維安原型決鬥場的股份。提圖斯接受了這個交換，隨後他就來找弟弟。多米提安還是一貫的各種狡辯並全盤否認，但是一扭頭他就找到了正在設計新決鬥場開幕遊戲的特納斯，質問他為何沒把自己安排的事情處理乾淨。但其實兩人都知道這個時候幾乎沒有可能解決掉這個證人了，於是多米提安提出唯一的辦法就是永除後患，解決掉親哥哥提圖斯。多米提安的這個要求讓特納斯惴惴不安。回到家，他想與卡拉傾訴，又不敢說明。正巧卡拉也在鬱悶大女兒奧拉徹底夜不歸宿。奧拉從街邊女友嘴裡聽說，除了奴隸以外，平民也可以報名當決鬥士，而且女人也可以報名。決鬥士吃得好，有錢掙，還可以獲得尊重，這是底層窮人的一種職業選擇。奧拉忽然有了人生目標，留給特納斯猶豫的時間不多了。從金色派建立開始，他已經與多米提安綁在一起，密不可分。如果多米提安倒台，那麼他自己也將萬劫不復，所以他必須馬上行動。他來到羅馬廣場上的尤利亞·巴西利卡，和一個軍官秘密會面。他說服對方軍人氣太足的提圖斯不適合作為和平治國的皇帝，而多米提安這個政治家才適合。對方才不管這些，直接開口就要了一個天文數字1000萬，而且不接受還價，2天後交錢。如果不接受，那麼自己會親手解決掉眼前這個賭場老闆，並提着他的頭去向提圖斯舉報多米提安。特納斯只能忙着去籌錢了。艾莉亞見到了斯高普斯曾經駕駛的愛馬，失去了斯高普斯，這匹曾經擁有專屬樂隊鏟屎官廚子的馬兒被獨自丟在馬圈裡餓肚子。艾莉亞是懂馬的，而且非常有耐心。當他獲得馬兒的信任後，在黑暗的決鬥場上，馬兒們拉着戰車飛馳起來。艾莉亞眼裡閃過哥哥的慘死，仇人斯高普斯的可憎樣子。他駕駛着戰車風馳電掣地閃過看台，仇恨在他心中熊熊燃燒。特納斯把禁衛軍統領的1000萬要價告訴了多米提安親王，但2天時間根本不可能湊到這筆錢。特納斯提議通過贏得戰車比賽的賭金來湊，多米提安也沒有其他好辦法，只能聽天由命地冒這個險。他心不在焉地回到座位，甚至連哥哥提圖斯都已經看出了他的異樣，但更大的威脅正在來臨。
他們的買兇弑君計劃被躲在一邊的魯弗斯全都聽到了。特納斯把自己所有的積蓄都拿了出來，傾盡所有的下注在斯高普斯身上。卡拉表示這樣不顧一切的下注很危險，特納斯沒有選擇。這一次破釜沉舟的豪賭，結果只能是不成功便成仁。他讓卡拉拿着錢到所有的賭場去買斯高普斯勝，而且全都壓在最後一圈領先和勝利上。然後特納斯親自來找斯高普斯，要求他在最後一圈領先並獲勝。斯高普斯隨口就問：“那自己的獎金呢？”特納斯異常嚴肅地警告他：“這已經不是錢的事兒了，關乎到多米提安和他倆的性命。”斯高普斯瞬間意識到事態嚴重。此時，埃利亞穿上了藍色隊服，他要在這場比賽中讓斯高普斯付出代價。二哥希望能夠和弟弟談談，但埃利亞完全被復仇控制着，拒絕一切討論。塞琳娜帶着兒子來到看台，為二哥助威。比賽即將開始，埃利亞惡狠狠地盯着斯高普斯，斯高普斯如芒刺背，眼神閃爍。比賽開始了，8架戰車奔馳而出，你追我趕，互不相讓。剛開始沒多久，一架白色和綠色戰車就撞在了一起，人仰馬翻。看台上的多米提安忐忑地關注着比賽，埃利亞駕駛着馬車對斯高普斯窮追不捨，很快他就趕了上來。斯高普斯看到埃利亞，頓時心神不寧，加快速度想要甩掉他。但轉過彎道後，埃利亞竟然又追了上來，而且他拉動韁繩，把斯高普斯逼到了牆邊。這讓斯高普斯看到前方還未被移除的戰車殘骸，頓感不妙。他正在內刀，埃利亞把持着外刀，絲毫不讓。這一幕多麼熟悉，就跟大師兄和自己的位置一模一樣。他懊悔、沮喪、絕望地向埃利亞求饒，高呼助手，可一切皆已惘然。他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馬車撞上殘骸，體驗着生命魂飛魄散的最後一躍和重重的落地。但命運從來不會見好就收，只會火上澆油。當埃利亞帶着勝利的喜悅回頭觀望時，他絕望地看到哥哥緊隨在斯高普斯之後的內道，無法幸免地衝向了前方的殘骸。埃利亞不顧一切地拉停了戰車，躲過奔馳而來的馬，衝到哥哥身邊拼命營救。看台上的塞琳娜也崩潰地大叫。當二哥被抬進車庫時，已經奄奄一息。埃利亞試圖鼓勵哥哥堅持，但為時已晚。埃利亞懊悔地嚎啕大哭，塞琳娜和兒子也在一旁絕望痛哭。同樣絕望的還有看台上的多米提安，他手腳冰冷的，仿佛看到自己被吊死在黄昏的城牆上，遭人唾棄，謀逆、弑君、失敗者。天漸漸擦黑，決鬥場人去樓空，多米提安還沒有離開，他暗自想象着自己的10000種可能的死法。特納斯悄無聲息地來到看台，得意地告訴多米提安，雖然賭博輸了，但自己找到了那些被沃爾薩斯勒索的錢，那些錢支付禁衛軍統領綽綽有餘了。多米提安一臉不可思議，這絕處逢生來得令人猝不及防。下一秒他就緊盯着王位，這位置現在只是一步之遙。多米提安不客氣地坐了上去，環顧四周，感嘆道：景色果然非同凡響。特納斯趕到地下與斯高普斯的遺體告別。斯高普斯這個家伙，人品德性都很低劣，為了自私虛榮不惜殺人，妥妥的死有餘辜。但他依然是古羅馬最優秀的賽車手，他也是特納斯最好的朋友和搭檔。兩人一起從被人鄙視的底層孤兒，通過個人努力成功躋身上流社會。對特納斯來說，這一路走來的互相支持和深厚感情，永遠是不容抹殺的。特納斯傷心地與老友道別。不僅僅是他，整個羅馬城都在為失去一顆璀璨明星而傷心起伏。另一邊是埃利亞，他獨自為哥哥挖掘墳墓，只有老羅斯和塞琳娜母子陪伴一旁。埃利亞認為，要不是自己執意復仇，哥哥也不會死。老羅斯在旁安慰他，這不是他的錯，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接下來就是特納斯按照約定交付了足夠的錢，並簽下了2份如同合約一般的懺悔書，人手1份，只要一個人被判就會一起死。而這2份懺悔書都是由识字的卡拉書寫的。特納斯還把存放懺悔書的密室也告訴了卡拉，這份信任令卡拉措手不及。他表示從此以後特納斯的頭頂都會懸着一把達摩克里斯之劍。達摩克里斯之劍的典故是出自古希臘歷史學家
提邁奧斯記錄的一個歷史故事。據說達摩克利斯是公元前4世紀意大利敘拉古地國王狄奧尼修斯2世的朝臣，他非常喜歡奉承國王，能擁有這樣至高的權力和威信。國王提議與他交換1天的身份，也讓他體驗一下當國王的感覺。於是在這一天，達摩克利斯舉行了宴會，他非常享受當國王的感覺。但當晚餐快結束的時候，他抬頭才注意到王位上方僅用一根馬鬃懸掛着的一把利劍，劍尖正指向王位。因為國王狄奧尼修斯樹敵許多，國王以此劍表示，即使擁有如此多的權勢和財富，也得處處提防仇人。達摩克利斯立刻失去了對美食和美女的興趣，他請求國王原諒他的無知，他再也不想擁有如此高的權位了。從此，人們用达摩克利斯之劍比喻安逸祥和背後所存在的殺機和危險。不過，對特納斯來說，這把劍落下來的速度簡直不要太快。魯福斯把自己掌握的消息都告訴了格里安猶太公主，換得了一大包酬金。格里安公主帶着這些秘密來找安東尼亞夫人，兩人達成共識。很快，卡拉就被安東尼亞夫人的手下喊到了家裡，討論關於卡拉的小女兒朱拉的事兒。卡拉知道來者不善，但沒想到對方已經完全掌握了特納斯通過自己女兒朱拉竊聽消息，並且特納斯和多米提安正在試圖推翻國王的陰謀。而這個陰謀的證據，他們要求卡拉去找，交換條件就是他小女兒的命。卡拉沒有選擇，只能答應下來。他匆匆趕回特納斯的住處，從密室裡拿出了卷軸，與安東尼亞夫人交換到了小女兒。當他以為自己終於救到女兒，匆匆離開時，街道上忽然冒出的衛兵結束了這場蓄謀的欺騙。布拉維安圓形決鬥場正式完工，落成典禮上，提圖斯親臨這座雄偉的建築，整個羅馬的市民都為眼前這座建築而驚嘆。大家都在期待一場盛大的無與倫比的表演。在觀眾的歡呼聲中，來自異域的舞者獻上了一場特別的表演。然後是決鬥士上場，草原上的動物也被一一趕上場來。垮梅忽然看見對面赫然站着親姐姐奧拉，下場後他喊住姐姐，但是姐姐表示自己成為一個決鬥士的心意已決，這令垮梅感到無語至極。最後是重頭戲，在特納斯的一聲令下，水閘打開，水流匯入決鬥場，很快就把決鬥場變成了一個池子。背叛者馬蘇斯和2個元老被放在一艘小船上，即將登場。船頭綁着多米提安的小寵臣，他因為私下與衛兵通姦被多米提安關了起來，又因為他試圖向提圖斯舉報多米提安而被多米提安割了舌頭。這回他算是徹底要被獻祭了。主持人講述着古埃及的神話，賽特謀殺奧西里斯的故事。賽特是古埃及的力量之神，因為嫉妒哥哥奧西里斯而設計殺了哥哥，並把他的屍體大卸10多塊丟在世界各地。伊西斯是奧西里斯的妹妹兼妻子，她滿世界找出這些殘骸，拼湊好復活了奧西里斯，然後派出索貝克向賽特復仇。據說索貝克是賽特的兒子，他是個鱷魚頭人身的神，而奧西里斯則是古希臘神話裡的冥王。他們之間的故事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估計是在流傳過程中被不斷的加工修改所致。主持人通過這個古希臘的神話傳說來渲染馬蘇斯領主等人試圖推翻國王，而這場決鬥表演是一場來自提圖斯的復仇。當船駛入場中，決鬥場爆發出震天動地的歡呼聲。羅馬市民都沒有想到，壓軸大戲竟然是處決高高在上的元老貴族，這可比殺死奴隸爽多了。巨大的鱷魚進入了場中，故意被弄破的船開始漏水。飢餓的鱷魚不停攻擊着船上的人。馬蘇斯看向台上端坐的身為維斯塔真女的女兒，他的女兒也沒想到會親眼看到父親被處決，淚流滿面。忽然魯福斯來報，港口有一艘來拖的船靠岸了。特納斯頓感不妙，匆匆離開。
與此同時，格里安公主和安東尼亞夫人拿着那份作為證據的懺悔書趕到了弗拉維夫決鬥場，但衛兵不准他們走皇家專屬入口。幾個反對格里安公主的猶太人，也是被獅子咬死的猶太建築師的支持者，他們偷偷尾隨着格里安公主，試圖為猶太建築師復仇。安東尼亞夫人趁亂混進了控制室，沒想到正好親眼看到了丈夫馬蘇斯被鱷魚吃掉的場面，瞬間崩潰。格里安公主则在通道裡被猶太反对者殺死了。她苦心拿到的證據，至死也沒有送到提圖斯手裡。特納斯急急忙忙找到多米提安，告訴他延誤運糧船的證人已經被送到港口。國王很快就會知道糧食短缺的始作俑者就是親弟弟，所以必須把暗殺計劃提前。多米提安不敢動手，特納斯決定親自下手。多米提安慌忙地把哥哥叫了出來，可還沒等他們下手，提圖斯忠誠的將軍出現了，他打斷了這場暗殺。他把證人帶到的消息告訴了國王，並表示自己會寸步不離，這也在暗示多米提安很可能會做出對皇帝不利的事。國王瞟了一眼等在不遠處的弟弟，兩人心照不宣地暗藏殺機。布拉維安決鬥場的表演還在繼續，接下來上場的是夸梅和維果。生死未卜之前，他們習慣性感謝對方以示告別。夸梅和維果要上場了，為這場慶典獻祭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但這一次，主持人宣布他們倆互為敵人，觀眾爆發出期待的歡呼，但夸梅和維果拒絕互相屠殺。於是再次有人被帶了上來，一個是夸梅的小妹妹，一個是維果的兒子。為了保住家人的性命，他們不得不拼死一搏。多米提安強裝鎮定地回到座位上，若無其事地和哥哥寒暄。看着眼前這場殘酷的決鬥，身為統帥的皇帝提圖斯都感到內心不安。他詢問弟弟這是否是他的傑作。這種決鬥簡直是考驗一個人的良知。多米提安尷尬地笑着，對他來說這無關什麼良知，這些人本來就是奴隸和戰俘，決鬥場是能夠讓他們的存在產生價值的場所。在這裡，他們的名字被人提起，上演英雄和死亡的精彩表演，得到上萬人的圍觀和喝彩，讓他們螻蟻般的人生變得精彩奪目。他們應該感謝才對，但多米提安只能表現得謙卑順從，更別提是在這個兇險的時刻。卡拉也來到了決鬥場，在流浪兒的幫助下，他順利地溜了進去，見到了癱倒在地上的安東尼亞夫人。在那個小窗口，他看到了自己的女兒和兒子。命運真的要讓他一次性失去2個孩子嗎？卡拉崩潰地看着外面驚心動魄的戰鬥。將軍的到來讓刺殺的機會轉瞬即逝。特納斯無奈地離開後庭，穿過通道。他忽然看到被刺殺死去的猶太公主，屍體邊的卷軸尤其眼熟。他趕緊撿起來藏入袋中。但是他剛走出來，就碰上了禁衛軍統領。統領得到消息，陰謀可能已經被敗露，他決定一不做二不休，殺掉唯一知情者特納斯，就可以死無對證了。當統領正在安排手下抓捕特納斯滅口時，特納斯聽到了，並趕緊躲了起來。決鬥場上的戰鬥還在繼續，夸梅已經沒有力氣了。維果傾盡全力的攻擊，致使夸梅失去了武器，兩人開始肉搏，但始終雙方都無法對對方下死手。最終，夸梅抓住機會割傷了維果，並補了一刀。看着維果再無還手之力，夸梅站起來請求一個赦免。全場的觀眾在夸梅的請求下紛紛表示赦免，但是皇帝提圖斯站了起來，他詢問弟弟的意見。多米提安同意赦免，不過這次皇帝提圖斯完全不想遂了弟弟的心願，直接給了一個必死。夸梅無可奈何地再次和維果決鬥，維果請求他無論如何救下自己的兒子，夸梅也最終殺死了維果。
在歡呼聲中，安東尼亞夫人轉身離開，她受夠了這些殺戮。忽然，決鬥場回盪起木劍的呼聲，皇帝提圖斯乾脆就取下了掛着的木劍，走下場，慷慨激昂的致辭後，把代表自由的木劍賞給了垮梅。劫後餘生的垮梅轉身與妹妹擁抱，接着就把自由之劍遞給了妹妹。聞訊趕來的艾莉亞跳下場，帶着朱拉離開。母親卡拉在後場堵住了兩人，讓他們先到特納斯家等自己。然後他見到了一臉失望的特納斯。皇帝轉身上來就叫弟弟跟自己一起走。多米提安想留下，但哥哥絲毫不給他機會。多米提安自知這次難逃一死，站起身就命令士兵殺死維果的兒子，這令垮梅憤怒不已，無可奈何地看着維果的兒子被割喉。這父子倆就這麼前後腳的團聚了。禁衛軍統領到處尋找特納斯，沒想到特納斯繞到了他身後，在一個小屋子裡，兩人碰了面，沒什麼回旋餘地，只能是你死我活。特納斯表現得異常兇狠。幾個回合下來，他順利地殺死了這個背信棄義、拿錢不幹事的騙子。白色獅子咬死了飼養員，逃出了牢籠。鬼使神差地碰上了垮梅母子。垮梅引着獅子來到決鬥場，獅子開始瘋狂地咬人。垮梅奮力衝着獅子嘶吼，吸引獅子的注意力，然後獅子和垮梅上演了一場人獅大戰。此時的垮梅不再是以前那個小獵人，在經歷了決鬥場殘酷的生死訓練後，他早已鍛鍊成一個身經百戰的鬥士。一頭獅子對他而言不在話下，幾個回合他就巧妙地躲過獅子的攻擊。這一次他看準時機，當獅子猛撲過來時，一刀扎進了獅子的心臟。殺死獅子後，垮梅表示這都是羅馬人的錯，大家都是受害者，讓我們一起詛咒羅馬人吧。多米提安跟着哥哥來到港口的營地，證人證明接到多米提安的命令，故意延誤了運糧的時間。提圖斯憤怒不已，斥責弟弟罔顧自己的信任。他決定把弟弟的罪行公諸於世，然後找一個良辰吉日把多米提安處死。就在這時，帳篷外馬蹄聲大作，特納斯收買了禁衛軍，匆匆趕到。他們殺死了衛兵，幹掉了將軍，救下了多米提安。皇帝提圖斯束手就擒，但他並不打算就此放棄。他努力說服兵變的禁衛軍，自己願意出更高的價錢和官職來換取倒戈。特納斯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扯了一塊棋子進來，親手勒死了皇帝。這場宮變大戲終於降下帷幕。多米提安安排特納斯打掃現場，編造一個哥哥死亡的理由，然後自己起駕回宮，召開元老會議，準備正式登基。在元老會上，多米提安發表了一場毫無說服力的演講，以至於最後他宣布自己要當皇帝時，好半天大家都沒有反應。最後元老們覺得要再不站起來，估計是無法散會了，於是不得不站起來趕緊結束。卡拉把小女兒托付給了埃利亞。特納斯如願地住進了市政官的豪宅，他原諒了卡拉，並想向卡拉表白，但卡拉抽身而去。多米提安獨自回到競技場，戴上了皇冠，坐上了王位。
games begin. 好的，本劇講完了，最後一集在無比倉促和凌亂中結束了。多米提安篡位謀殺情節引發了觀眾對歷史準確性的關注。在劇中，多米提安通過暗殺兄長提圖斯的方式篡位，這一情節明顯與歷史事實有所出入。歷史上，提圖斯是死於公元81年的疾病，並非被多米提安暗殺。這種虛構的改編雖然增加了戲劇性，但也模糊了歷史與虛構之間的界限，可能會導致觀眾對真實歷史的誤解。這樣的改編可能可以增強敘事的張力，使劇情更加引人入勝，但這種處理方式也使得劇集在歷史的準確性方面有所犧牲。多米提安這個歷史人物在繼位之後，搞得羅馬上下都不怎麼消停。他上台以後，表面對羅馬市民挺好的，搞了不少的惠民措施，比如減稅、加強基礎建設，還特別注重公共秩序的維護。按說這些事兒都是好事兒，但他有一個大毛病，就是特別愛搞獨裁。誰敢對他大不敬，那可真是一點情面都不留，直接下狠手。他推行的獨裁統治，搞得元老院那幫老家伙對他又是怕又是恨。多米提安還特別疑神疑鬼，總是認為自己會被謀殺，於是對貴族元老的監視和打擊越發的嚴厲。結果這一系列的高壓操作不僅沒有鞏固他的地位，反倒激起了更多人的反感和反對。最後他的結局也不出意外，在公元96年，多米提安真的就被自己的禁衛軍長官和幾位宮廷官員聯合暗殺了，死得挺慘的。他死之後，元老院恨不得把他連名字都給抹去，搞了個記憶除名，意思是這個人大家都甭提了，就當沒存在過。總結一下多米提安的統治，早期還是有點成效，但後期完全就被獨裁和猜忌給毀了，最終落了個淒慘的下場。他的死使得羅馬後來的統治者吸取了教訓，不敢再那麼肆意妄為了。本劇中的賽車之星斯科普斯，在歷史上還真的有記載。他出生在古老的伊比利亞，也就是今天的西班牙。據說從小他就對馬表現出驚人的天賦，他很年輕就踏上了戰車比賽的競技場，而且名聲遠播。他贏得了一場又一場的勝利。在他短暫的職業生涯中，他一共贏得了2048場比賽，非常驚人的2048場。但遺憾的是，他在27歲那年，在一場比賽中遭遇了致命的事故，英年早逝。但他最終成為古羅馬歷史上最偉大的戰車手，也成為勇氣和榮譽的象徵。提圖斯愛上的這位猶太女王應該是叫貝尼格里安，是希律王朝的一位著名的公主。她是猶太裔的羅馬貴族，也是希律大帝的重孫女。她的父親希律阿格里帕一世是古羅馬統治巴勒斯坦地區的一位很有影響力的國王。希律王朝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7年，奠基者是被稱為希律大帝的希律安提帕特，他是一個伊图雷亞裔的貴族，通過與羅馬帝國建立緊密聯繫而逐漸獲得了權力。既然權力來自於羅馬，統治的合法性也來自於羅馬，所以希律王朝就是一個親羅馬的政權。格里安公主是希律王朝的末代公主，末代國王希律阿格里帕二世是她的親弟弟，這姐弟倆也都是親羅馬的。格里安公主的第一任丈夫是古羅馬最富有的猶太商人的兒子，但結婚沒幾年就去世了，然後她就被嫁給了自己的親叔叔。在她的叔叔死後，她又嫁給了希臘小國的國王龐貝二世。這段婚姻沒有持續多久，她就回到了國王弟弟的身邊輔佐。這姐弟倆名為姐弟，實為夫妻。在爆發猶太戰爭的時期，由於猶太人不滿羅馬的苛捐雜稅、腐敗不公、強推羅馬眾神和宗教等等，導致猶太貴族和平民全都揭竿而起。格里安公主和國王弟弟努力阻止猶太人的反抗。在提圖斯進攻耶路撒冷時，格里安公主開始陪伴提圖斯，並成為提圖斯的情人。但羅馬貴族和皇室眾人不接受格里安公主成為提圖斯的妻子，主要原因是因為格里安公主的猶太人身份，以及她的前幾段婚姻，包括她和弟弟的緋聞。最終她離開了提圖斯，而且提圖斯也僅僅在位2年就死了。關於兩人的故事也就成為一段佳話。卡拉的大女兒奧拉竟然打算報名去當決鬥士，這真是令人驚訝的情節。不過在古羅馬歷史上還真的有女決鬥士存在，雖然女決鬥士的文獻記錄較少，
但一些羅馬歷史學家如蘇埃托尼烏斯和塔西佗都曾提及他們，而且在考古發掘中也發現了一些關於女決鬥士的雕像和銘文。例如在小亞細亞，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一座古城遺址裡，曾發現過一組雕像，描繪了2個女性決鬥士穆拉和阿契利亞的戰鬥情景。而本劇的主角多米提安擔任皇帝期間，曾下令禁止女性決鬥士參與競技表演，但這一禁令並沒有徹底杜絕女性決鬥士的出現。除此之外，本劇還還原了羅馬廣場，廣場中最主要的建築就是2座巴西利卡，埃米利亞巴西利卡和尤利亞巴西利卡，它們一北一南勾畫了廣场的基本輪廓。巴西利卡來源於希臘語，原意是王者之廳。基督教的教堂建築就源於巴西利卡，這種建築模式在拜占庭建築和早期基督教建築中得到廣泛的應用。而在羅馬教廷的術語中，巴西利卡是授予擁有特殊地位的大教堂的稱號。安東尼·霍普金斯在這個劇裡顯得非常蒼老，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化妝的緣故。不過一個87歲的老人家能有如此的精神頭拍戲已經非常厲害了。本劇的主角伊萬·瑞恩的表演很不錯，在《冰與火之歌》中扮演小剥皮時真是讓人恨得牙癢，完全是與喬弗里並駕齊驅的巔峰級惡人。而在本劇裡，对特納斯的表演讓人覺得他既正義狡猾又不失善良，越看越是圈粉。他的長相真是戲太足了，眼睛一瞪就感覺小剝皮上身，狠勁兒又來了，嘴一咧馬上就變成一個憨態可掬的鄰家大哥。其實伊萬·瑞恩本人也是一名歷史愛好者，他對參演本劇也是充滿了熱情，讓我們對他後面的表現拭目以待。最後一集裡有挺多不合理的地方，我就不一一列舉了。總而言之，最後一集為了戲劇衝突，不僅改了歷史，還把很多人物的行為和事件的合理性都給修改了，讓人看到最後感覺到無比荒誕。這個句號畫得並不算特別完美。It's all right, son. Just do what you can to keep my son alive. I will. 本劇的導演是出生於德國的科幻特效片導演羅蘭·艾莫里奇，他執導過大量好萊塢商業影片，如2012、後天、星際奇兵、獨立日、哥斯拉等。另一位導演是同為德國人的馬克·克魯茲·潘特，他是一個70後自學成才的電影製作人。馬克是一名從業背景豐富的新銳導演。《將死之人》這部劇集改編自丹尼爾 ·P. 曼尼科斯的同名非虛構小說。作為體育記者的丹尼爾描寫了一部關於羅馬決鬥士的小說，並於1960年出版。書中記錄着羅馬帝國用於觀看獵殺動物、猛獸互鬥、人與野獸搏鬥，甚至是處決囚犯、奴隸決鬥的場所——決鬥場發生的事兒。在決鬥場裡，血腥的屠戮讓觀眾倍感刺激。這種嗜血殘忍的表演，其實是皇帝們拉攏民眾、展現個人氣質的場所。決鬥士唯一的生存機會，就是在競技場上擊敗所有的對手。只有最偉大、最受觀眾喜愛的決鬥士，才能獲得象徵自由的木質魯迪斯之劍，得以永遠離開競技場，成為自由民。但事實上，成千上萬的決鬥士都會在萬人圍觀中被斬斷手腳、開膛破肚，命喪當場。魯迪斯之劍只是一個高不可攀的夢想，能獲得的人寥寥無幾。總之，在這個力量與勇氣、殘忍與死亡並存的冷酷之地，一切關於生存與死亡的戰鬥都被賦予史詩般的色彩。本片圍繞決鬥場講述了多個階層的羅馬帝國世界，奴隸、商人、貴族、皇帝，他們被決鬥場聯繫到一起，成為一個殘忍遊戲的一部分。生存和利益讓他們在這場遊戲裡心甘情願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去面對命運的安排。特納斯他是一位地下犯罪團夥的頭目和商人，一心想要改變自己作為平民的命運。
另一條故事線講述了卡拉和他的孩子們，一個努比亞家庭被迫淪為奴隸，女兒們成為僕人，男孩成為決鬥士。還有一條線索講述了提圖斯和多米提安兩兄弟爭奪父親王位的戰役。這些故事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幅貫穿古羅馬的複雜畫卷。由於演員陣容如此龐大，動作戲如此之多，因此需要一支出色的制作團隊來完成。遺憾的是，其中一名攝製組成員在拍攝這部史詩後去世，那就是詹盧卡·邦巴多內。他是意大利電影界的知名制片人兼攝像師。據意大利報道，邦巴多內於6月初在薩丁島拍攝一部紀錄片時突發心臟病，於2024年6月8日在同事面前去世。他留下了妻子和2個孩子，願逝者安息。本集我們就聊到這兒，謝謝大家光臨露天電影院，歡迎大家點讚關注，並在留言區與我們交流互動。我們下期見。